今日佳节，君臣尽欢，不必恪守成列，给相公们和大司马添菜。这是牛肉，正是牛肉。九郎虽贵为国家宗室，平日里怕是没有这般口福吧？从未吃过。六后有为农事之朴，故历代以来尽食牛肉。是使苍生以农桑为本，千百年来乃为常例。恕臣斗胆直言，此事不当为。并非吾不遵循例，宰杀耕牛以宴宾客。这畜生昨日自家摔了一跤，摔断了一条蹄膀，故此拿来为大司马和诸位相公们添菜。刘后，臣弟不胜酒力，恐失仪态，其更衣。准。谢刘后。袁相公，这牛肉的滋味如何？六后，宰杀耕牛为律法所禁，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，纵使有之，售价亦非常人所能受。臣虽为宰相，平日无缘食之，这一滋味就更说不上来了。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？牛身上最好吃的4块肉，其一曰外脊，乃是牛背两侧之肉；其二曰牛眼，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，非以受相连，形如牛眼；其三曰上脑，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；其四曰内脊，说的是外脊之内，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。一头500-600斤重的牛，也就出得2斤左右的内脊之肉，所以非常昂贵。其肉爽滑，汁水饱满，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。刘后赏给臣的这块儿，便是牛内脊。
大司马位极人臣，倒是见多识广。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？严相公，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，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。老臣为吴越披肝沥胆，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，牛肉虽贵些，臣还吃得起。吾曾听闻，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。臣本是关中人士，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。17岁时应进科考，可惜学术不精，做不来师傅。落榜之后，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，以为营生。刘后没去过长安，大约不知道。那时候囚绝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，那行刑地所在，离臣的肉铺子不足50步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市属门楼。一到每年秋岁，臣在铺子里杀猪宰羊，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。水丘公，你我再饮一杯。莫要喝多呀！哎，无妨。昔日都假释在侧殿埋伏，收拾兵人，带头的是何承轩。都是些少年往事了。刘后今日不提，臣都快忘却了。说起来也是机缘，臣和献武肃王，一个杀猪，一个贩盐。要是大唐好好的，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，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。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马，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。也未必能有刘后之今日。七哥，七哥，这偏殿的逆统也该收拾收拾了。那里面
东西都没料理清楚。臣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。这个酒盏空了，臣弟问你这老龙，他喝多了。中秋此夜，国家重典，九郎可不要瞎胡闹啊！臣弟失仪，岂可恕罪啊！主公莫怪，主公莫怪，莫怪，莫怪，九郎君不胜酒力，我辈亦当尽欢。主公，共饮此杯。兴趣吗？刘侯君与李尔等会以后命。可是君，我乃国家7里3代重臣，你若敢不奉君谕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？我行军公眼中了，小人不过是宫中一皮匠，何敢抗拒刘侯君谕，冒犯军功威严？我等谨奉刘侯君谕，回应后命。午时已过，赐宴毕。臣等暂为刘后喝。与诸卿同贺。臣等告退。
郎君今日做的极好，辛苦了。丞相谬赞，无处不敢当。